好像又会玩又会读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社群媒体上的东西，就是一定是要跟这个分开的。考试是考试，工作是工作，可是你其他的生活，你还是要吃饱睡好。Morning guys， 各位早安。然后我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3件我在哈佛同学身上学习到的事情。然后我一直要拍 room tour 嘛，可是因为我家一直非常的混乱，所以我决定等到下个月再开始拍。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亚洲或者是台湾很这样子，就是大家喜欢去立一个人设，然后好像又会玩又会读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你一定要又会读书，然后又长得漂亮，然后又很会画画，然后又很会溜冰什么的。我觉得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无形的压力，然后变成说每一个人都太在意社群媒体上的东西，就是好像一定要把自己打造的非常会玩，然后又非常会读书，然后某方面又很好，然后某方面又很厉害，然后又很有名。然后我觉得这是在台湾，是在亚洲国家越来越病态的一个趋势，因为很多人在打造这样子的形象。可是这是我前几天吃剩下的，应该没有坏掉吧？在这边我觉得没有人在追求那种东西。我从波士顿，然后我要坐地铁去哈佛的时候，波士顿的地铁跟纽约是很不一样的。纽约很脏很乱，然后很疯，然后无时无刻都有人在奔跑，然后拉小提琴啊，然后跟你要捐钱啊之类的。可是波士顿的地铁是很安静很干净的。我在地铁上的时候，就是经过麻省理工的那个河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大家都很认真的在做自己的事情。我前面的这个人，就是我站在地铁上嘛，然后我前面的这个人呢，他在看一本很厚的书，然后我大概看了一下，他在看《渺小的世界》，然后我后面的那个人，他在玩数独。来到美国之后，我就发现，在常春藤真的没有人会 care 你到底是不是又会玩，然后又会读书，然后又长得很漂亮，然后家境又好，然后粉丝又很多。其实没有人在 care 这件事情，就是你的确你可以做一个 nerdy， 然后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你可以专心在你做的事情上就好，你不需要又会玩又会读书。当然你可以做到，那这很好，可是这不应该是一个追求的点，就是这不应该是一个大家羡慕的框架，或者是大家所想要追求的一个人设。大家不用在班上觉得自己只会读书，然后好像不爱玩，没有时间玩，就是一件错的事情。没有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不知道在其他国家，但是在台湾我觉得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偏误。这个是我在常春藤在哈佛看到的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 Angela， 她在 Harvard 嘛，她已经毕业了，但是她是我北一女乐队的朋友。然后那2天我都住在她家，我在去哈佛的时候，我跟她聊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天。她跟我说了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很后悔我没有做到。我其实因为成绩的关系，我在高一的时候我就退了北一女的乐队，就是因为我高一已经比完赛了，我已经跟学姐比完赛了，所以我就会觉得啊，我高二不要做一样的事情啊，我不想我的成绩被影响。确实我的校排进步了300多名确实，但是我很后悔这件事情，因为 Angela 跟我说，她不管在学测之前，或者是在更大的考试之前，她永远保持着自己的 patience， 就是她永远会保持着一件事情，让她可以 calm down， 让她可以比如说现在有这个考试很焦虑嘛，比如说现在学测让你很担心嘛，对，但是她永远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就让她整个人缓和下来，然后再继续读书。她跟我说心态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就问她说，比如说什么？说很小的事啊，比如说折纸，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哈佛的学生，他让自己冷静下来的方式就是折纸，或者是说他让自己很感兴趣，很让自己回到自己的 tempo 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是折纸。你不需要去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管在面临多大的危机或多大的考试的时候呢，当然工作也是，我都觉得你应该要保持一个 patience， 就是你有热情的事情去做，它并不一定要可以变现，它并不一定要可以在别人面前展
战士，弹吉他之类的。当然很多人说看书，当然很多人觉得看书乏味，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官方的答案。对 ，true， 你真的可以找到一件就是让你自己可以 calm down 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嗨各位换了一套睡衣，因为我觉得除了我在常春藤学习到的事情以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最近英文能力的提升。可是我觉得这是因为我现在在一个整个欧美的环境，但是如果你现在在台湾，或者是你在一个不是全英文的环境的话，我觉得你真的非常非常难得提升你的英文程度。所以我今天想要跟你们推荐一个 speaking app， 就是 Elsa Speak。我为什么会推荐它呢？因为它是一个用 AI 去引导你怎么说话的一个 app， 然后它是 Google 投资，全世界有超过5000万下载的 Top 5 AI app。然后我最喜欢的功能呢，其实就是 Elsa AI， 它可以根据你的生活啊、你的工作啊，提供你场景，然后让你练习这个 conversation。比如说今天我的班机延误了，我可以选择这个 delay flight， 它的任务是你要 apologize sincerely to the customer， 然后你要 explain reason， 然后最后呢你要 provide options。 You are a gate agent. Your role is to handle customers' complaint about a delayed flight. Listen to the complaint, explain the reason for the delay, and provide options for compensation or alternative arrangements. Start with, I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by the delay. Let me explain the situation and explore how we can assist you. I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by the delay. Let me explain the situation and explore how we can assist you. We delays because of the storm, the bad weather. So I can rebook you the airline tomorrow or the day after tomorrow. Let me know if you have preferred airlines or preferred times. 然后刚刚这就是我的讲话，然后他会把它翻译成逐字稿，然后他就会回应我。Thank you for explaining the situation. I prefer to fly tomorrow and an earlier time. How can you assist me with that? 然后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讲的话呢，我就可以按旁边这个灯泡。好，灯泡按了之后，他就可以跟我说，比如说你可以回答的是 I can rebook you for the same destination tomorrow at 10 a.m. 接下来呢，我也非常喜欢 Elsa 的一个功能，就是练习每日课程。它可以根据你的英文水平呢，就是为你量身定制你每天要训练的口说内容。好，我现在点进去练习每日课程。Are you free this weekend? Are you free this weekend? 我讲得很棒，然后它就是一个绿色的，然后我们就下一个。 Where are you thinking of going? Where are you thinking of going? 我刚刚故意念的错，就是 go in， 所以说我这边就会显示一个红字。 Where are you thinking of going? Where are you thinking of going? 然后我这次终于就念正确了，然后就可以到下一关。最后呢 ，Elsa Speak 它其实有提供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情境，你要考国际的证照啊、上台演讲啊、报告啊，它其实都可以为你准备相对应的课程。然后 Elsa Speak 呢，现在有2个套餐，一个呢是 Pro， 一个是 Premium。Premium 呢，就是你可以无限次的使用这个 Elsa AI 的功能。然后 Elsa 呢也有提供专属的限时优惠，所以大家呢赶快点击资讯栏的链接，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是我新买的 Columbia 的 hoodie。超好看的吧？因为我很喜欢这种颜色。最后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认识一个他现在哥大读书，然后最后又在哈佛读书的一个学长。然后其实这件事情比较简单，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尤其对那些拖延症的同学，他超忙的，他在美国就是前几大的投行工作。然后有一次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就算再那么忙，他人生中一定会有一些原则，他绝对不会忘记。就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健身，我们讲到了一块，就是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比如说最近要考试，或最近有一些公司很大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先暂停不要做。有没有？比如说最近先暂停不要看课外读物，比如说最近暂停先不要健身，因为很忙。对，我可以理解，我之前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所谓藤校学生跟大家最大的差异就是他们可以控制那个量。我并没有说你一定要读非常非常多的课外读物，而是如果你长时间的不做一件事情的话，你这件事情绝对就是会归于零。那你前面做的所有事情基本上就是白费。所以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让这件事情稳定在一个节奏去做，一个频率去做。很多事情它的 priority 是不重叠的，就是你人生中一定会有一些大事，比如说你最近的大事就是读书，你最近的大事就是要交一个考绩，但是你其他的生活，你的 life balance 一定是要跟这个分开的。考试是考试，工作是工作，可是你其他的生活，你还是要吃饱、睡好、穿好、运动好、健身好、兴趣好，你不可以把这2个东西混在一起。这是你的生活，
这是你要做的事情，你必须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这些事情你也不可以拉垮，只要你拉垮了，这些事情就会趋近于零。然后你的生活重心或者是你的工作学业呢，就会跟你的生活不 balance， 它就会开始把它吃掉。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在这边学到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觉得在台湾大家比较不会掌握的一件事情。好了，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3件我在哈佛的同学或哈佛身上学到的事情，然后还有非常多，所以我之后会拍一系列呢来跟大家讲我在常春藤学习到的事情。然后大家记得订阅我，然后下次再见，拜拜。